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的 Tony 开讲，我想要聊的主题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。这是影响100多年来台湾历史的一场重要战争。不过我不是要讨论这一场战争，而是这一场战争之后，中国社会出现的特殊现象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今天的中国，如果你问起大家对于甲午战争的感想，那一定是个个都咬牙切齿。可是100多年前，当时中国人对于甲午战争的反应态度却是完完全全的不同，这是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，很值得探讨。我就先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大家都认识的孙中山先生。就在1894年11月24日，当时甲午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中，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，图谋推翻满清政府。3个月以后，孙中山还私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联系，请求提供武器及资金援助，以协助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。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现在，那么大家会对孙中山先生这个人会作何感想呢？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好了。假设现在台湾与菲律宾发生领海纠纷，结果两国宣战，不料台湾的海军却在巴士海峡被菲律宾的海军击败，然后菲律宾的陆军登陆恒春半岛，占领恒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台湾医生孙医师竟然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，打算推翻台湾政府，而且还跟菲律宾的驻外使馆接洽，请求火力支援。革命党人打算在宜兰起义，推翻台湾政府。那请问大家会怎么看待孙医师这个行为？大家一定会说这是大汉奸嘛，我们的军队还在恒春半岛跟菲律宾的军队打得你死我来，既然这个孙医师已经跟菲律宾在秘密接触，要推翻我们的政府，当然是卖国贼啊。所以大清政府就称孙中山是4大寇，是重要的通缉要犯，一定要逮捕归案。可是我们今天会不会这样子认为呢？当然不会，因为孙中山先生已经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父了。所以西方史学界有一句名言，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。意思是说，当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，总是根据现在的利益及意识形态去解释过去的历史。台菲战争的结果，台湾惨败，只好向菲律宾求和，最后双方签订雾宿条约，台湾割让兰屿给菲律宾，从此兰屿成为菲律宾的殖民地。雾宿条约签约之后，台湾的社会就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。有多奇怪呢？当时有很多台湾优秀年轻人就回家跟老爸借钱，老爸借我100万。老爸就说，你借那么多钱要干嘛？那年轻人就说，因为我想去留学。那老爸就说，留学好啊，你要去哪里留学？我要去菲律宾留学。老爸听了就说，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房间拿。结果老爸就从房间里面拿出一根棍子，破口大骂，你要去菲律宾留学，那我就先打断你的狗腿。你忘了菲律宾去年攻占我们恒春半岛，抢走兰屿，你竟然还要去菲律宾留学？家门不幸，我竟然生了一个没有羞耻心的儿子。我们现在回到甲午战争，马关条约签约之后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不痛恨日本这个国家，反而兴起一股留学的热潮，而且家长都非常支持。那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甲午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，就像是一棒敲醒梦中人，终于认清事实，而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来，1860年英法联军又兵临北京城，火烧圆明园，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一种集体的焦虑感。我们传统的天朝动摇了，我们几千年来所仰赖的知识系统好像不灵光了，那怎么办？如何寻找出路呢？而这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各有主张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洋务派。
就是我们熟知的恭亲王奕欣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、沈葆桢、刘铭传等人。他们的主张就是师夷之长以制夷。既然外国人船坚炮利，那我们就学他们船坚炮利的科技，把这科技学起来了，我们也是船坚炮利，那就可以强国了。洋务派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，就展开了所谓的自强运动，而自强运动也确实收到效果，终于将叛乱10几年的太平天国消灭，史称同治中兴。但是当时中国在野的一派，称为清流派，就非常的反对洋务派的做法，认为跟洋人学习是请鬼拿药单，所以他们激烈的批评那些推动洋务运动的大臣，例如恭亲王奕欣支持洋务运动，就被清流派称为是鬼子六，因为奕欣是道光皇帝的第6个儿子，所以他们就称他鬼子六。那洋务派的另外一位大臣丁日昌，就被取丁鬼奴的绰号，就是指你是西洋鬼子的奴才。清流派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，是非常的仇外，而且主张不应该向外国人学习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船坚炮利，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知识。例如火药，就是中国人发明的，只是因为我们爱好和平，所以我们拿它当鞭炮，那外国人拿它来当炮弹。那罗盘也是中国人发明的，只是被外国人拿去发扬光大而已。而我们中国也有炼金术，这就是化学啊。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研究中国传统固有的知识，就足以对抗外国人了，何必请鬼拿药单，自找死路呢？所以清流派是非常的瞧不起洋务派。洋务派的健将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，就试图要调解两方的立场差异，他就提出了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也就是说我们中学其实是树干，那西学只是枝叶而已。所以树头啊，花好栽，都唔惊树尾最红胎。我们中学其实还是比较厉害的。那清流派听了就非常高兴，就认为洋务派里面只有张之洞看起来不像鬼子，还是个人才。而当时清流派的领袖就是翁同龢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，是所谓的帝师。1894年，中日两国因为朝鲜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双方剑拔弩张。这时候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了，那慈禧太后呢，对于是战是和，她也拿不定主意。她后来就想想，那既然皇帝你亲政了，那就让你决定好了。那当时日本的皇帝明治天皇，他对于是战是和，其实他也拿不定主意，非常的犹豫。因为根据当时国外客观的军事评鉴杂志分析，大清帝国的海军是排名世界第8，日本是第16。而陆军方面，大清帝国的陆军兵力远超过日本的陆军，但是日本的军部非常的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，天皇你不用担心。那大清帝国这边呢，帝师翁同龢是强硬的主战派，认为要好好教训这个小日本。那光绪皇帝当然是听老师的话啦，这帝师讲的一定是有道理。结果呢，甲午战争中国惨败，割让台湾。这一场战争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醒过来了，清流派的人醒过来了。哇，原来请鬼拿药单是有效的。日本这个国家就是请鬼拿药单才能打败中国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那洋务派经过甲午战争也全部都清醒了，学习船坚炮利只做半套是不行的，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全盘的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，整个体制要做彻底的改革，这样才能强国。所以甲午战争之后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但不仇日，还兴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。因为日本在地理上距离中国比较近，而日本又是属于汉字体系的国家，所以留学日本交通较为方便，而学习的障碍也较低，所以中国就兴起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。我们熟知的蒋介石、蒋中正总统，年轻的时候也留学日本，进入正武士官学校就读。这些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国以后，当然是盛赞日本的进步，
积极推动中国效法日本，采行君主立宪，进行政治改革。一直到民国成立之后，有一些中国官员还有教育界来到台湾考察的时候，他们写的考察报告都提到了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后，在日本人的建设之下，台湾有很大的进步，让我们身为中国人感到十分的惭愧。而这些报告在图书馆都找得到，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下载来看一看。所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甲午战争之后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点都不仇日，反而觉得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。所以当台湾同胞还在激烈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搭着船前往日本去留学去学习了。他们甚至还称赞日本殖民台湾非常的成功。可是现在呢，日本已经结束在台湾的统治70年了。有时候我在旅行的时候遇见一些前朝仪式，那我就评论一下，哇，日本人这个建设这条水圳盖得不错，对台湾有贡献。那就会有一些留言来批评我，你难道忘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，杀了几十万的台湾人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日本殖民台湾只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，根本就不是为台湾人好？那你还在称赞日本人的建设，你是不是还在怀念日本殖民统治？你是不是得了恋殖症？这样的批评是不是很荒谬呢？当我看到甲午战争之后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兴起一股留学日本的风潮，那我绝对不会批评他们是得了恋日症，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日本学习就是中国应该要走的道路，我怎么会去批评这些人是得了恋日症呢？同样的，当时中国人来到台湾考察的时候，称赞日本人建设台湾非常进步，我也不会去批评他们，你们根本没有看到我们台湾人内心的苦闷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拿当时中国的现况来做比较而已。当时中国陷于军阀内战，缺乏建设，而相对的，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，政治安定，教育、公共卫生、交通、经济各方面都持续的进步。他们当然会觉得日本统治台湾很成功，而台湾人的日子过得比较幸福。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